视频的第一站，来个画面。这个舒华杯的时候，我觉得。给你们俩一起。现在好多人一讲天赋，一讲比例，就开始对骂了啊，就开始用另外一种高度来压你的话，你连努力的资格还没有到，还讲什么天赋？这种话开始说出来，参与的话，那就大众健身，我当然鼓励参与啊。我们要聊竞技的话，就别讲大众。你说比奥赛了，你还跟我聊大众健身，鼓励大家一起健身，你讲给谁听呢？这个话不对啊。王老师点天下，我鼓励大家一起健身。你们俩应该差不多。我现在肥啊！你们俩都一起做。说你干嘛 Q 他呢？你 Q 他，我就被老师 Q 啊！现在两个一起都，我要再充个血，我血已经消了。会，汉堡。快，你们俩比较一下，你们俩说不定将来还会打在一起。快，你们两个怎么一个比一个拖得慢？你们能不能公平一点？第一次被人。整个感觉都要可以蛮好。杨队的胸还没有他好，饱满。杨队胸稍微弱一点，杨队肩稍微强，所以两个骨架，我觉得他们俩骨架都要比你好，所以可见你有多努力。你刚刚讨论的是一个维度一个体积的话，这个没有任何借口。你为什么练不大？为什么90公斤这条团队练出来了？我们现在来讲天赋。之前收到很多小伙伴私信问我，然后有时候会发照片给我，然后问我，我刚锻炼1-2年，然后你能帮我看一下我哪里需要增强，我有没有健美的天赋，我以后是否有能力走向竞技的道路？健美运动员到底能不能养活起自己？健美有天赋，我没办法准确的回答你健美天赋是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没练多久。但是我旁边这位王华老师，他自己对健美美学研究很深，时刻在关注他。今天呢，我就正好找到王华老师。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在一个人初期，就是还没有训练的时候，就能判断出这个人有没有健美天赋？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看到他有没有天赋。什么叫天赋嘛？与生俱来，老天赐给你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是在先天你还没有训练的时候，还没有后天努力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东西，它才叫天赋。但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打个比方，我还没有开始健身的时候、训练的时候，但是我以前是足球运动员，所以我的腿就很发达，所以我的上半身也多少有一些肌肉量，但是我是确实没有训练过，这个就很难追溯了。这没有天赋讲的不是这个，就包括任何运动都不算，都是的不算。天赋一定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姚明他的身高就是他的天赋，他的投篮技术不是他的天赋，是他后天努力得来的。刚刚小萝卜也讲到了，说爱好者来问我适合不适合这个项目，我将来在这个项目里面有什么样的发展，高度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里边一定是包含很多信息在里边的，你的骨架、你的比例、你的长相、你的好多方方面面。我现在好多人他把这个天赋理解成我后来所作为的东西。努力算不算一种天赋？就这个人就是对，但是我是认可努力的这种天赋，但他还是属于性格的一种。就我们现在只讲纯形体上的、肌肉上的天赋，不讲你后面的努力也好，后面的其他。因为后面努力的东西它因素太多了，是吧？不，它并不是天赋的含义里面的一部分。努力的程度是有非常大的差别，跟你的性格、跟你的兴趣、跟你的热情、跟你的渴望程度、跟你投入的时间精力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我们健美这个项目，我不知道爱好者你们是怎么理解运动里面的竞技健美这个项目。如果你讲大众，那又是另外一层意思，讲什么天赋呀？大家只要健身就可以了。对，比赛我是认为跟你本身有没有天赋无关，你都可以参与进来。但是当你开始想你是否未来这个路有多长，然后你能走多高，这个可能就是可能所谓的有天赋。不是因为这个项目将来真的不是由你自己来决定。所以我跟小萝卜都比过赛，我们的名次是由对手来赋予给我们，就比较评分。对。但是如果就我们自己爱好者是健身的话，我不可以跟任何人去比，我只要自己变得更优秀就可以，我只要比昨天的好，自己变得好一点就可以。可是你要的讲的话，如果是讲竞技的话，你还在跟我讲，哎呀，我比赛不是为了跟别人比较。那你去比赛干嘛？所以对于一个大部分普通人而言，就是跟自己就平时训练提高自己就可以了。我想讲真话，就是说，你事实上，我们不光是我们健美运动项目，就生活里面你处处在碰到这样的问题，都需要跟别人比较。你能孤立起来不跟别人比吗？有人通过2到5年就能拿个冠军出来了，你练了10年还没拿冠军，然后你说那个拿2到5年的人
因为他太努力了，不见得吧？那是从一个没有健过身的一个人，毫无训练痕迹一个人，怎么看出他有没有天赋？体育运动有很多都是选拔出来的，打篮球并不能让自己身高变得高，是因为高的人去打篮球去了。举重的人不是因为他后天就是练我力量越来越大。不是的，测他的骨龄，测他的比例，适合不适合做深蹲，从这么多里面去筛选。可是我们这个项目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爱好者去不想谈这个事情，规避这个天赋这个词，是因为大家都想要努力，都想要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可是为什么里面没有选拔机制呢？那没有选拔，那我们就通过一些比赛来选拔了。所以说，有人通过2年时间拿个全国冠军，有人20年了还没拿到。其实他已经给你信息了，那个2年拿到冠军的人就比较适合这个项目，那个20年的继续练，当一个爱好非常好，对吧？健身本身就带来很多好处。可是你要跟人家较劲，我就非得拿个冠军，对，不要去较劲了，没有意思，合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练健美的一般来说从初期来看的话，你得明确这个项目它要什么，它要的是比例。那就是骨架，没办法改变。你骨架就这样，这个就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改变了。还有人会反驳说，这个人的感觉好像骨架也变不好，天赋也变不好，他为什么就拿冠军了？因为他还没碰到更高的对手。然后我们的肌肉形态，对就现在比方说，这个人的肱二头肌的肌腱。长度，然后你的腹肌的对称度，你的腰的长度，跟腱的长度，然后你的骨盆的宽窄，你的胸廓的大小，你的锁骨的长短，都在影响你这方方面面的这个比例的一个视觉效果。可是竞技健美它就是比这个东西，你能规避它吗？刚才总结2点，就是一个是肌肉，一个是骨架，就讲比例吧。美学里面最重要的比例，比方说头身比，对，头肩比、肩腰比我们为什么画画的人都会讲究黄金分割啊？美学里面它就是最重要的一些概念我们在不经意当中看看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岁数的父母吧，你将来就跟你父母样子是差不多的，你是他们生下来的，你脱离不了他们的影子。我妈的3头长得跟我一样，就是我妈的外侧头也非常大，2方面组成的，就是因为她大，然后她后来就力量就容易大。就是说你的潜在基因里边它是有这方面的上限的。先不说我我说给我留点面子，就先说他们2个，就先说汉堡，再说一下你的学生天赋如何？你们把耳朵捂上。客观一点你的五官、你的头型大的一个你的骨架比例就已经摆在这边了，更不用说在就所谓的模特，打个比方，你让我去模特，我他妈一辈子都没办法当模特。你笑什么？典型的我的腿。我觉得何萝卜水平还在上升，可能天赋方面、骨架比例方面比你更好的人大有人在。是那些人如果比你更努力怎么办？如果比你的渴望程度还要高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对，没有怎么办？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可能竞赛是成王败寇但是反过来，当你有了一定阅历以后，你发现心态很好，你的乐趣不是一定要赢别人。他总觉得我这么努力，他这样子，我既然练不过他，就不是说练不练得过，你知道吗？那我也很努力的学习，我就是没考上北大清华。我知道我自己的骨架没有那么强的天赋。我记得我跟那个陈康有一次聊天，我说康神你太有天赋了，然后他跟我说的一点就是他最大的天赋是他的骨架，然后我反过来看我自己，我觉得就在健美来说，我的骨架不算天赋，就偏圆一点的，就是哆啦 A 梦。对，就是我感觉有点哆啦 A 梦，因为我手很小，我自己觉得我的天赋在于长肌肉速度，同等训练强度的话，我长肌肉，或者说我力量本来就可能比别人大。就基因层面的因为我自己也测过的我跟陈康都测过了。陈康的肌耐力就确实好，所以我那个时候测的那个运动基因里边都是普通人，普通人都练成这样因为他们赋予说王老师挺有天赋的，练得比较好看，练得比较好。我一开始我也认为了，大家都这么说嘛，因为我知道我愿意去努力，我愿意去付出。是，既然有天赋，我还愿意去努力的话，那我会更好，那我就更好，更了不起啊！后来这个基因不好一测的话，打消了。那既然我做不到最好的，那我就做出最努力的吧。陈康他努力可以把肌肉变得大一点，股四头肌外翻的这个弧度他可能阔筋膜张肌这一块肌肉的这个包裹性的那个弧度，确实是与生俱来的。包括他年轻的时候，我看他很早之前，就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他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所以爱好者，你们不要去纠结说我一定适合不适合。但反过来，如果你真的要考虑进入这个竞技圈的话，你给自己一定时间的余地，你尝试着去进行一下，去参加几个比赛你只有自己亲自去比赛，看到一些比你不好的、比你更好的人，你自己会更深刻的去体会，就认清自己，然后继续往前走。说句话，健美这个项目评判的话，它本身以审美为主导，非常主观，也非常主观。唐朝以胖为美，现在有多少小姑娘说我要胖一点我就好看？因为他健美他不看任何运动表现，就看你外在造型，就看你外在，他也不管你训练怎么样，他也什么都不管。但你说打个比方，像
康神的样子。他有的缺陷，他可能就是长不上去肉，他就是骨架好，肌肉比例好。我觉得这也算一个后天努力也不一定能达到的。对，所以说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项目它到底要什么。他要的是一个接近于完美的一个形体，符合当下规则里面的一个审美的标项的。尽量跟裁判，比方说你比职业赛，你最好比下来以后，你跟那个主裁，对吧？跟他聊一下啊，我的缺点跟优点在哪里？是，这是最聪明的做法。对，所以又问到这个，你说聪明，像你看足球、篮球都有球商这个东西。你觉得健美有没有这种，就类似于健商，就他知道该怎么样去练啊？我是觉得这应该也是与生俱来的吧？对，所以说我是觉得离健美这个项目最接近的，并不是训练学，并不是运动学，是美学。艺术本身就是与生俱来的东西。真正的画家有创造性、有想象力的，啊，他们才是真正的天赋型选手。健美运动员也是这样子的。他们说我造型好，是因为我以前也跳舞啊。对吧？我以前也跳舞，舞蹈啊、音乐、肢体啊，这种东西都很重要的。对，所以而且我就知道，从裁判角度来讲，他是更喜欢看到什么样的一个造型。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学画画，我是喜欢那种雕塑的，希腊神话里面那些人物，那种大力神、太阳神，他就肌肉就很发达的。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健美就特别像。反过来，你看阿诺为什么阿诺在影视界？就唯独他是这么成功的。阿诺以前练芭蕾，阿诺他对这个造型的理解，对表演的这种理解，要比别的运动员更深刻。是因为我知道有不少运动员，包括演那个绿巨人叫什么那个卢弗利格，他也很多，就是其实对艺术的这种理解，其实我觉得有点相通。我自己跳舞的时候也是一样。当然，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拿这个天赋这个词来说，人比人气死人嘛，会抹杀你很多啊，你应该去努力的这一成分。对，世界上有公平的事情吗？只有相对来说公平，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是，我挑杨斌来练健体，是因为一开始杨斌还很瘦，肌肉也没有这么很有训练痕迹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他的头型、脸型、骨架比例。他头很窄。对啊，你要知道现在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当你进入预赛的时候，有这么多人站在这个舞台上，裁判一个个看不过来的。看我，对。他扫一下哪几个运动员符合这个项目就挑出来，到最后留10到15人进入半决赛。然后10到15人半决赛里边，我再精刻的做一些动作，再来挑一下，到最后选5到10个人进决赛。对，这尤其我在他为什么要这样？我在 CBA 感觉就很明显，一下子乌压压一片人，然后都穿了黑色裤衩，根本就看不出来。我自己看电视回放我都看不出我在哪，但是裁判 OK， 这个 OK 出来就行了。第一届的健体跟现在的健体又不一样，不一样。现在健体比第一届的健体要大了好多。第一届健体的那个第1名奥赛冠军已经被淘汰了，但后面你看，当大家确定那个风向标大节的话，大家就往这边靠。按理说，大节的骨架比例也没那么好，那说明古典健体和健美还是有点区别的。打个比方，你10分是满分，你必须先得过9分这一关。大杰是比较优秀的，9分超过了，但他并不是10分的人啊。这个时候，你看大杰的在巅峰的时候，他的造型、他的舞台风范、他的这个舞台感、压台感，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学他的造型？按照天赋来讲的话，萨迪克不输给大杰的。第一天说实话就半斤八两啊，但反过来发现大杰越来越有特点，就是他把他的形体完全一个对他的天赋是9分，剩下的他做到满分了。然后呢，可能萨迪克的天赋是9.1分，其他方面呢略微输给大杰一点点，啊，导致结果就差这么0.1，判大杰赢了。打个比方，我们前几年的，无论是萨迪克也好，还是大杰也好，其实他们的腿都不长，就他们都属于腰比较长的类型。是否存在就是健体会偏向腰长的？就是健体它的规定动作里边，确实不像我们古典跟传统。你们穿的沙滩裤，你们的造型没有一个是对称的，越不对称的造型越能规避掉很多你的短板。萨迪克转向古典，真的他自己没有理解透。我也觉得他太失败了。不是失败，他真的是没有理解透。我是觉得萨迪克在健体界是极其优秀的一名运动员。没有，我说的是失败一个决定，就是他为什么会去转到。没办法，人的心态嘛。对，所以运动员也是心态非常很重要，很重要。我们正掌背阔，正掌肱二头，后掌背阔，后掌肱二头是绝对对称性动作，它能暴露出很多问题出来。你看那个 Brian， 就是古典第一 Brian， 但他也跟我说，我问他了，正掌肱二头的时候，他也会侧过来一些。对啊，他知道他自己可能我还才一点点不完美的话，对，那我尽量去通过造型来弥补。阿诺不也是吗？阿诺是典型的例子，阿诺是最聪明的。所以越往上越要缺点要暴露，传统健美就完全暴露，完全暴露，真的是完全暴露。因为古典还有一点点自由在里面，但是在传统的话就完全暴露。水平越高的比赛是看你身材有什么地方不好。
这个时候你发现你不能留任何死角给裁判看。有些水平特别高的职业选手，他也会通过很多方法，哪怕微整，哪怕通过西斯隆，哪怕通过任何的后天的改造，让自己来弥补。你是整脸吗？女孩子为什么要隆胸？哦，这也算 OK。因为这个项目它太纠结了，它就看你美不美，比例好不好，然后你还一味的不理解他话，跟别人较劲，我这么大为什么我还是我？你得该他的大，该小的小。哦，对你什么都大，还不如喝他。所以说，我是觉得，如果爱好者你们想要给自己规划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们先尝试的是让自己变得更好啊。通过1、2年基础训练，你们会让自己改变的非常多，进步在头2年里面是非常快的。其实刚开始2年不需要考虑，什么都不要考虑，不光是基础的身体条件方面的，包括这个意志力的打磨也好，这1、2年里面你就能看出很多自己进步的一个程度了。真正决定要不要比赛的，进入这个行业的最好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你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3年还是5年？比赛成绩能不能比赛？能不能有比赛成绩？没有，你就是没有这个天赋。其实我训练每次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就是训练年限也没那么长，但是我很有规划。其实你是综合素质比较高的人，所以你愿意把全方位铺开来，不同效应啊。我不能有一块特别低的板啊，你的天赋不是满分的，那我就尽量做到我天赋的上限就可以了。运动员你需要综合，你拿成绩说话嘛。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打击，当时我刚加到那个刘梦毅的微信，我当时还没有比过一场比赛，我把我照片发给他，我说大哥，我说你们看一下我缺点，就跟很多人现在发我信息是一样的，他也直截了当的说你类似于这种天赋不好的东西，因为我当时我也不会摆造型，但后来我没有就否定自己，然后我就去比了第一场比赛，当我改了造型，然后我拿了健体和古典的第1，然后我就知道，哎，我还有一点点天赋，那我继续往上走。这个小萝卜是很有鼓舞性的，明明知道有人来提示他说你并不是天赋最出色的人，但是小萝卜你相信你自己，你是不认输的，你是不心甘的，就你具备往上走的一个动力。但反过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发现更多的是在补你原先先天不好的，我通过后天来改善它的这一层面，那就不是天赋这一层含义里边。你自律，你通过饮食你训练，这不是天赋。我愿意去考虑综合，就打个比方，我当时我比完第一场比赛，其实我自己给自己一个目标，我说我要在26岁之前拿到职业卡。但我在23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当然我觉得我今年我肯定能拿到职业卡。我知道我有自己有缺点，但我知道裁判的审美，所以我又比了一场 NBC 来确定了一下裁判喜欢什么。当时没剪干嘛，就比了一场热身赛，碰巧那场比赛的裁判有一个副裁判长，他去参加了北京奥赛的，他也是裁判之一，所以他记得我长什么样。我看过你参加的这个职业赛，是首场职业赛。先是职业赛。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你的对手有几个是非常厉害的，甚至有健体的冠军、奥赛冠军。有3个是参加奥赛的。当然，他们的状态并不是最佳啊。是。但是在你能做到的情况下，已经是满分了，特别是在造型这一块，包括身体的状态这一块。我们说，作为一个裁判，他特别希望能看到一个有天分、有天赋特别高的人，还能做得非常完美，就准备充分。对的。然后你的话呢，你该拿的分数都拿了，才能让你有这么一个结果出来。所以这个是最鼓舞你们这些爱好者。因为我说句实话，我们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你老是纠结是天赋。对，你越是纠结，它越没有用。当踢球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到我的腿就很短，小腿就没有比别人长。对，我当时就是认定自己我是没有这样的天赋的。然后后来接触健美以后，其实反而让我认为我还有一点天赋。你们要理解小萝卜说的这个天赋的含义里边，不是你们死盯着不放的那些所谓的大长腿啊，对啊，我要我的小脑袋啊，因为他知道哪个地方我是还可以加很多分数的，肌肉量也好，肌肉形态也好，状态也好，这个项目有这么多人在参与，其中有一大部分人并没有我们这么努力的。那我天赋这块稍微输你一点点没关系，稍微一松懈我就能赢你一部分。但是反过头来，你碰到一个天赋比你好的人，还比你努力，就结束了这个事情。但你可以做到比那些不努力的人要好。其实这里边能够上台的运动员就已经很成功了。是啊，不然因为有多少人做这个事情，对吧？不然你想想看，王浩老师认为他自己，包括他自己检查出来自己没有那么强的天赋。哎呦，我真的好几年没睡着觉。没有那么强的天赋，但是他拿了真的很多的冠军，全国冠军，所以我也是很钦佩。讲到这个话题，不得不承认，因为我自己是亲身的感觉啊，怎么会有人这么完美？看到中东的那些健美选手，帅，哇，真的太帅了，就自己就是赞扬，就是赞美，就很富有，知道吧？然后呢，愿意全身心投入这个职业项目里面来。因为我学画画，我特别敏感，对那些比例，对那些符合这个项目的要求的东西，我眼睛就特别爱看这些东西。他们就摆在我面前，一定是王道。刚刚我看了你的肩腰比，这就是你的优势。所以你别认为自己我可能在某些比例上好像不具备天赋。我的上肢和下身的比例不好，但是我的肩腰比还可以。就是说，
这里边的天赋里面的这个点啊太多了。对，所以你们也不要就是一直问我们天赋是什么，我觉得你就先练，然后多去欣赏那些练得很好的人，或者说比赛成绩很好的人，去多以欣赏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实事求是嘛。对，有的时候就不要被一些网络东西给引导。因为你之前会发表一些这个评论，然后会导致会激怒一些人。我不是说给他们听的，对，就是我是说给你们能听得懂、对，看得懂的人。就我能看得懂，所以就是为什么这次专门找那个王华老师过来，就用更长的时间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天赋2个字。对，非常感谢你。但我还觉得你比我有天赋。我这个我看好你。谢谢。那就厚脸皮问一下，如果我这样子，你觉得多久能进奥赛？这个当然我不能回答你啊，但是2个字送给你，3个字吧，看运气。很运气，我也是觉得，就是你做一个运动员，你得挑对比赛。打个比方，我这样子肌肉量，我其实在职业赛里面算很小的，我不可能去跑去欧洲跟他们拼肉量，亚洲上面对吧？我还有点优势，我可以去美国，对不对？有黑人，有白人，有亚洲人，还综合一点。我觉得运气就是说，哎，我是否了解这个比赛？从你这么短时间有这么好的进步，拿到卡，很多特质已经显现出来了。你是一个理解它，然后去为之付出的一个人。现在有好多人，他从理解层面里面他就有偏差。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刚才说的审美的偏差就有。对呀，这种偏差是非常致命的。就一旦方向有点偏差，你后天的环境你越努力，它偏差会越大。对，它这个线就错了。对，你错了，你得摆正它。所以说，有的时候看一些高手去沟通、去了解，特别是一些裁判啊，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啊。当然，作为爱好者来说的话，你先尝试去改变自己。先改变自己以后，你1、2年、2、3年以后，这时候可能你的现在你会变得更好。就我自己的初衷是希望，就我自己通过我自己健身，去让更多人喜欢上这个健美。对，你先喜欢上它，你再谈改变。你不喜欢它，你光想着改变，你会越来越，就你心态会变。先行动起来。对，先行动起来，喜欢它。真的先行动起来。感谢。太好了，这样的访谈，我觉得以后可以多一点。可以，没问题。如果说你们喜欢这样子的访谈，在这边你可以留下你想。提出的问题，我争取抽出更多的时间去跟王华老师，然后去做更多的访谈。王华老师也是在上海，他有开自己的工作室，你们也可以去他工作室去请教他。我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